Good morning, you guys from China. We're here in the capital of Beijing, which is a mega city and has over 20 million residents, and it's over 3,000 years old, which is so crazy to me. Actually, so good. And it's... As I just said, we came off the Shanghai Metro, and honestly, it was so easy. These are so delicious. Sugar-coated strawberries. Juicy strawberry, crunchy sugar. Let's hear the crunch. Oh wow, look at that strawberry.前段时间，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关外国人被中国的大好河山和喜人的革命形势所震撼、所教育成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从去年开始中国呢宣布对54个国家的国民开放144个小时的免签，也就是说不用申请签证就可以在中国玩6天那你想想，疫情这几年，中国风控措施非常严，外国的人，游客也好，不游客也好，基本是进不来中国嘛。那么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了，一下子又开放了免签政策，所以导致了很多外国游客一下子就涌到了中国据中国的海关统计今年1季度拿签证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呢是46万，没拿签证进入到中国旅游的呢是198.8万。那这个跟前年相比那是一个井喷式的增长增长了好像5、6倍那么在这些进入到中国的游客里面呢，就有一批人就是外国的一些旅游的 UP 主。这些 UP 主多数呢在 YouTube 上，也包括 TikTok 上都有自己的账户这些旅游 UP 主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职业他们呢一般都到全世界各国去旅游，旅游的过程中间就拍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吃这些国家的特色食品然后剪成片子在网上播，然后通过流量分成、广告分成来获得自己的收益那这些 UP 主进入到中国之后立刻就被中国这个繁荣景象所震撼你想想，上海的那些高楼大厦，浦东的那些摩天大楼，那很多外国人哪见过？那北京的万里长城、古老的故宫，那很多的外国人那都被 shock 被震撼然后呢，你想想，那高铁是吧？那个还有那些支付宝都不用现金，还有那中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那地铁里头那整洁的场景很多外国人都说了，哎呀。中国的地铁里头竟然有厕所那纽约的地铁那整个就是个厕所是吧？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中国各地的那小吃是吧，又便宜又美味所以这些外国人到了中国之后算是开了眼了。 That's what I like China. Not like UK. Damn, it's so plain. Sweet? Go guys, all or nothing. Potato amazing. 比牛肉还要好吃。不觉得辣吗？四川人们还是很给力，给媳妇不能请正式，胃扛不住。由此呢，就中国的很多网民就兴奋了，对吧？他们就说，你看到了吗？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抹黑和造谣，就被一个免签证的政策以及一张机票彻底所击碎。于是就有很多中国的这个短视频的博主就把这些外国博主在互联网上做的影片就剪辑完了之后又放到中国互联网上，于是就形成了我前面说的那一景，就是这些老外到了中国之后被震撼的这种场景可是我好久没有见过老外听法。我不否认就过去的这些年，中国其实这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你比如说，这中国的高铁现在都上万公里了，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高铁里程加起来都不如中国多。尤其是中国又是基建狂魔嘛，所以中国现在的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方面确实比很多那些过去的发达国家看起来还要好，这也有本身后发国家的优势嘛。
再加上中国的政府权力又比较大，说拆就拆，哪个地方你当钉子户也没有好下场，不像外国，你其实要想搞城市建设，也没有中国政府这么大的权力嘛。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其实外国游客到中国来旅游啊，他其实看到的中国啊，并不仅仅是真实的中国。其实在中国呢，分为2个中国，一个呢叫看得见的中国，另外呢一个叫看不见的中国。他只能看得见的中国，他看不到看不见的中国。这话说起来有点绕口啊，我就直接一点说啊，你就比如说这些外国的 UP 主啊，他们在中国啊，实际上吃的那些美味的小吃里头啊，那个豆油里面可能掺的还有煤油，还有柴油，还有汽油。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来听我慢慢来讲啊。除了拉煤汽油还拉啥呀？啥都拉，糖呀、蜂蜜，还有那个糖蜜。那是不是像那种大豆油也能拉？能拉，食用油，不花油啥都拉。7月2号的时候，北京的《新京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啊。这篇报道呢，就揭示啊，在中国的油罐车运输行业存在着一个惊天的黑幕。什么黑幕呢？就是这油罐车啊，运送完煤油之后啊，就开始运送这个豆油。煤油是什么？煤油就是就是燃料油啊，就煤里头提炼的那个燃料油。我们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有的时候没有电，就点煤油灯。那煤油灯的煤油就是从煤里提炼的啊。这煤油是有毒的，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有些人想不开了要自杀，就喝煤油。当然那个自杀没成功，但是煤油喝到肚子里洗胃，那很痛苦，那我都有印象啊。这煤油是绝对不能吃的，但是啊，这些油罐车啊，它运完煤油之后啊，也不清洗，就直接去运豆油去了。我拉过来了，有，那刚拉的白油，是不是这种那个这那家卖白油的？你洗了吗？我也没洗。这里就没有菜籽油啥的，就只有大豆油。更可怕的是啊，就是豆油这些厂商啊，根本就不管。这个整个过程中间是没有任何一个环节对这种令人发指的事情啊进行干预的。那《新京报》的记者啊，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啊，去来跟踪这件事情。我就从宁夏拉的白油给我过来的。你就是送煤制油来着？这边你知道煤制油都干啥的？从哪到我？这里头啊有一个背景要给大家补充啊，为什么这些汽车的这个油罐车的司机啊要用这种方式来运输呢？它呢是中国啊这个豆油啊，其实这个厂家多数都在港口，为什么呢？因为这榨油的大豆啊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那么最方便最便捷的方式就在港口这个地方建榨油厂，榨完油之后再把成品油运到全国各地，因为2次分装嘛，或者是有些人就直接购买这个散装油嘛。那么这样的话，它就导致了从港口到中国的内地呢，它这个油的运输链条基本是单向的。你就比如说从天津港，或者从秦皇岛，或者说廊坊，或者说从这个燕郊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把这个油运到了甘肃啊、青海这些地方。但是到了那个地方，你再回程，你再想运输这个油是没有了嘛？那个地方有什么呢？他们就要配货。配货最多的就是煤油，因为那个地方在中国是生产很多煤矿啊，煤矿这个提炼完油之后呢，需要运到东部地区啊进行去是销售。于是为了降低成本呢，这些油罐车的司机啊就运完了豆油之后再运送煤油。但问题是啊，这2种产品它是不能在一起运的。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相当于啊这大粪车是吧？上午运完大粪，下午呢它就运送矿泉水，这相当于痰盂撒完尿之后啊，吐完痰之后呢，你把它倒了之后，直接呢就给顾客端上了一碗这个酸辣汤。那你想想，
那这实在是令人发指啊！但是问题的可怕就在于，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是完全没有任何监管的，一般都不行，就是看在那汽车那儿，看怎么说呢？你要他下跪儿，都他不下跪儿，一般都不下，就是上去看看两个口，就是把这两个口擦一下，围棍擦一下。校长不管，香港那边大管让不让管呢？他们拍照片吧，自己拍，拍食用油字儿，把门拍照片让人家看。还不下馆？不下馆，看都不看，你就找几张干净照片给他瞅一眼就完事儿了。不管是不是今天照片都行。对，去过好几次都没见过我。他也不上去看吗？谁上去啊？没人上去，看也不怕呀，你怕啥？那个看着挺干净，你怕啥呀？对，我那白油也在这无事。你把围棍弄干净，是能不弄干净行？它可以有绒，你知道吧？就怕可能我怕染货呀。对。没事儿，你放心吧。有的是取样嘛，有的从上面就是从下边取样，你从下边你放几桶，再淋上去，让围棍存一股好油。所以这个新闻一出来啊，这几天啊就立刻在网上炸了啊，包括央视都出来说了，说就是这种草台班子，这就相当于给消费者进行投毒啊。实际上事情啊，这个发酵之后，有人就说了，其实这算什么呢？这其实已经不是媒体第一次报道这件事情了。有人就扒出来了，2015年的时候啊，湖南有一家电视台就有个栏目叫做《真相大搜索》，就经过暗访啊，半个月的暗访啊，也是报道了这个链条中间的黑幕啊，那比这个还要触目惊心。怎么呢？他们当时就发现啊，就是在湖南衡阳这边有一家罐装企业啊，就是罐装车啊，他们运那个烧碱，那烧碱那可是有毒有害的化工物品呢，然后呢就运到了广东的佛山。运到了广东佛山之后啊，卸下来烧碱之后啊，他就把车开到了东莞，在东莞那个地方呢，装上大豆油之后啊，又回到了湖南，到长沙县的一家豆油生产企业，运到那里头去了。那你想想，那强碱、那烧碱，那都是有毒的啊！那人要进去之后，那直接就一命呜呼了。结果呢，这中间就用那自来水简单冲一下，就直接开始运豆油了。那你想想，那不是更令人发指吗？然后媒体又接着就说，他说实际上在05年的时候，又有媒体也做过报道。这个媒体呢，当时就在广西那个地方暗访过一个就是清洗油罐的这么一个洗车厂。这洗车厂就专门给这些油罐车啊，在不同的阶段，比如说你刚运完了汽油、柴油，又想去拉豆油了，就给你清洗一下啊。但他那个清洗就是用自来水简单冲一下，那你能冲干净吗？要按照正规的这些罐装，如果要是换装不同产品的时候啊，那这个清洗程序是非常严格的。你要比如说，你要把这个汽车罐里头啊，油罐里头啊，要先注满水，然后再加温，用这个高温呐、蒸汽啊，首先做第一次清洁，清洁完之后还要派人钻到罐子里啊，进行2次清洁。这个环节啊，不但非常复杂，还有点危险性，因为那个油罐子里头啊，它不通空气嘛，所以在这个清洗油罐的过程中，很容易造成啊，这清洗人员的窒息。前些年就有人在清洗油罐的过程中就死亡了啊，而且那个费用也很贵啊，清洗一次油罐至少要1000块钱。但是现在呢，现在那些清洗就是用的地下水、地沟水，简单冲一下30-50块钱，你想想怎么能够清洗干净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就是这个在油料运输过程中间，在汽油、柴油什么这个化工产品之间，也包括这个食用油之间，随意进行灌装运输，已经是一个常态了。这么多年来也没有什么改变，多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看不见的中国啊 ！Oh my god, that's dangerously delicious. I think one of my favorite street food dishes that I've tried in a very, very long time. Honestly, very, very good. I'm super happy. Yeah. I could have this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太香了。好吃吧？好吃。中国的火锅好不好吃？好吃。我就在想，如果这些老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中国，他在吃这些羊肉串的时候，在吃中国的麻辣烫的时候，他想到这油里头不但有这个豆油，还有柴油、汽油，还有这个烧碱，他还会为这个情况点赞吗？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看到啊。事实上，关于这个看不见的中国，还不仅仅包括这个现象啊，
因为现象本身呢，它可能就是你看完之后啊，那有人说整改了之后就拉倒了，是吧？但是实际上这个制度本身其实更可怕。你就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油料运输啊，这个运输过程中间，实际上在运输环节上是有一个国家推荐标准。这个推荐标准就是说，运送这个食物油的应该是一车一品一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油啊，你运送的是豆油的，你就应该只运送豆油，你不能再运送汽油，你也不能再运送这个柴油，对不对？对吧？这是这个基本常识啊。但是这个标准在中国只是一个推荐标准，不是强制标准。所以呢，在中国这个现实过程中间，就完全没有人把这个一车一罐一品当回事儿。于是呢，就出现了135运煤油，246用豆油这种现象啊。油罐车它不是严格的执行一车一品一罐的话，你真的都不知道它里面有可能装了什么东西，污染了些什么东西，就是让你防不胜防。所以要防患于未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点。但问题是啊，中国的这个食品安全法啊，其实有另外的规定啊。食品安全法的第33条里头讲到，在食品运输的过程中是不能混入到有毒有害物质的。你这个运完豆油运煤油，那煤油肯定是有毒有害的呀。那你这个，那就显然是属于混入有毒有害的物质了，对吧？那这个呢，有人管吗？没人管呐。就这个新闻发生之后啊，那当时的钟楚良不是现在出来说了吗？说啊，我们要赶紧在我们行业里头进行自查，是吧？举一反三。有人说举一反三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举起一杯酒，自罚3杯，是吧？在这个过程中间是没有任何道歉，甚至啊，公安机关也没有介入抓这些人呐。按照我的理解啊，这么大的一个行业黑幕，已经发现这些人运完煤油、运豆油，那还不得赶紧公安机关启动之后去抓这些人吗？把那个钟楚良的那些老总，平时不做任何检查的人抓起来吗？没有啊，就是一个举一反三呐。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也是另外一个看不见的中国，就是法律虽然有规定，但是实际上是形同虚设。在这里头，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不会考虑这个我自己的这些行为对别人是不是有害。但凡这个过程中间，比如说运货的油罐车的司机，也包括那些检查运送那个油料的那些员工，他但凡想到，如果是运完煤油之后运豆油，别人吃进去对他们的身体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他们知道不知道有害？他们太知道了，但他们不在意。这就是今天另外一个中国，就是人人共同营造起来一个互害的社会。这背景呢，可能是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今天的内卷。现在网上不有人天天说中国的内卷也挺好的吗？这个内卷导致了中国产品具有高度的竞争力嘛，便宜嘛。怎么内卷呢？就是这个油罐车从沿海地区运到内地，那么这个运费，如果它回来之后是空车的话，运费是400块钱一吨。但是呢，如果你配成了这样的一个煤油再运回到沿海地区呢，运费不就下来了吗？现在已经降到了200块钱一吨。于是你看到了吗？中国制造的优势出来了啊，成本优势啊。但这个成本优势是以什么为代价的呢？是以我们每一个人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这其实就是内卷化中国的另外一面，这也是看不见的中国。说到这个记者啊，有人就说这个新闻之后，你看到了吗？中国还是需要调查记者啊。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其实中国仅仅有调查记者是没用的。说到这个《新京报》这篇报道啊，这个记者叫做韩福涛。这个韩福涛啊，在过去10年啊，做了不少有影响的报道啊。他呢是一个卧底记者。他跟这个卧底记者呢，跟一般的调查记者还不太一样啊，因为他要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报道啊，他要乔装打扮，进入到那些最核心的区域进行报道。而且他这几年呢，做了很多跟食品相关的报道啊，比如前2年啊，他就跑到那个必胜客里的后厨里头去卧底啊，发现必胜客啊，就是他那个油啊，炸食品的过程中间的油啊，每10天再换一次。那你想想，这油炸了10天再换一次，那你的酸价早就超标超得一塌糊涂了，对不对？但是呢，实际上他就是这么处理的啊，这个消费者也不知道啊。然后呢，他还发现6月20号星期一下午6点左右，记者在冷藏库的货架上发现一袋解冻后的整蟹调理黑椒牛排和一袋解冻后的干煸风味带头开背小龙虾的包装袋上，效期标签显示它们都应该在当天废弃。
然而仅仅2个小时之后，记者再去冷藏库时发现，小龙虾的废弃时间被改到了星期2，牛排的废弃时间则被改到了星期3。但是必胜客啊，说句心里话，还算是中国食品中间的那个好的啊，那坏的就不用讲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点几十年前比较恶心的事情啊。当年上海甲肝大流行，30年前啊，大家都知道啊，导致几十万人传染的甲肝大流行啊，是怎么搞起来的呢？就是因为当时上海市民吃的那个毛蚶呢，是用那个运粪船运进上海的，就是那运粪船从上海把大粪运出上海，运完之后再配货配什么呢？就配这个毛蚶再运回到上海。据说当时还有这样一个传统，说这个毛蚶呢用运粪船运输的过程中间呢有营养，然后那运粪的那些船工们还往那个毛蚶上泼大粪，这样的话，那毛蚶呢它这个就是生长力就比较强啊，吃起来特别香啊。但是你想想这里头的这个细菌寄生虫，由此导致了上海的甲肝大流行。但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大家说你这个没什么说服力。但是几十年前到现在有变化吗？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我们这次新闻发生的这个过程中间，不都是如此吗？就是这个韩福涛来讲，他不但是做了这个必胜客的事情啊，他还在北京暗访了一个螃蟹店。那螃蟹店当时啊，就是有很多人吃完之后就拉肚子，他呢就很奇怪，就认为这么多人都在这家店里吃完拉肚子，他觉得有猫腻，于是呢他就去暗访，又去卧底去了啊。觉得高兴，卖不动了，再不吃就坏了，卖不动。我看大部分每天不得剩个几十只吗？啊，那剩的放冰箱里跟人嚷着卖，除非时间太长了不能卖了，就不卖了。这个螃蟹剩的不能让它活着养吗？它活着都死了。第二天，经过再次清洗后，这些隔夜的螃蟹会被当成新鲜螃蟹继续卖给顾客。虽然说就是这些报道啊，当时报道出来的时候都挺有影响力的啊，但是你看看，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了吗？并没有啊。我昨天呢跟一个食品安全方面的专家聊天啊，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治安呢，中国的食品安全法特别荒谬，荒谬在哪儿呢？就是在那个低风险的那个区域啊，投入了很多规定，规定的事无巨细。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个切黄瓜啊，切完黄瓜之后再切肉，那食品安全法里头要规定啊，你要换衣服，甚至要换一个房间才可以进行操作啊。但是你想想，你切完黄瓜切肉这了不起，实际上就是这个肉和蔬菜之间要分开嘛。但是在这个食品运输环节以及食品的源头环节近乎于失控，完全没有任何管理。而这些领域内才是食品安全领域内风险最高的区域啊！你想想，这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可笑啊？我就在想啊，当我们所有的这些外国的 UP 主知道了我今天说的这些看不见的中国的时候，他们再吃这些中国的食品的时候，他心里该作何感想呢 ？Let's go. It's weird, huh? There has to be some kind of chocolate. Be a man. No, it's not feeling it. I find it quite okay. It tastes like vomit. 实际上啊，对于这些外国人啊，他们来中国旅行啊，他们要想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容易。这让我想起了历史上的另外一段掌故啊，就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啊，苏联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建立啊。建立之后呢，欧洲人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样。当然，西方的媒体呢对苏联是不相信的。那么苏联呢就说自己非常好嘛，所以前苏联在20、30年代的时候，曾经邀请过很多欧洲的知识分子啊到苏联去访问。因为罗曼·罗兰到了苏联之后，就被苏联欣欣向荣的景色所打动，写了一个苏联日记，然后回去之后呢就讴歌苏联呐。那后来有另外一个知识分子叫茨维格，就写过那本书叫《人类群星闪耀时》，还有《昨天的世界》。那茨维格呢，在1928年的时候呢，就在托尔斯泰生日的时候呢，也被邀请到苏联去访问。这次访问呢，持续了14天。茨维格刚到苏联的时候，他每天参加各种活动啊，各种演讲啊，各种宴会啊，他也被苏联人呢在他面前所营造出来的那样一种洋溢的热情所打动。到处看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然后呢，人们在挥汗如雨的工作，满怀豪情的在这个每天啊这上班下班。
结果呢，他就说有一天跟一个大学生这个交流的时候，那大学生啊跟他交流完之后，还把他送回到房间。结果他呢回到房间之后，他就发现他自己的兜里头有一封信，这封信是匿名的。这匿名的信就跟他讲，他说茨威格先生啊，你千万不要被你看到的这眼前的场景啊所欺骗。为什么呢？他说所有跟你打交道的人呐，跟你说的话都是允许他说的话，你所有看到的场景啊，都是你允许你看到的场景。其实在这之外啊，真实的苏联是不会让你了解的。最后他还特别强调，他说我给你写的这封信呢，你一定要烧掉，不要撕掉，因为你就算撕掉，撕成碎片扔到垃圾桶里，这个垃圾扔到外面也有人把它拼起来，最后呢有可能通过这个来查到我。看到这封信之后啊，茨威格啊心里打了个冷战呐，他才知道他这14天里头看到的苏联其实就是一个看得见的苏联，而那个看不见的苏联他是看不到的。历史啊有的时候总是会惊人的相似啊。我记得一个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人类啊社会最可悲的就是我们很难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中间吸取教训。100年前啊在苏联里头啊经历的那个故事，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在上演。那些外国的 UP 主到中国，他无非就是看到了一个看得见的中国，但他却看不到看不见的中国。实际上不仅仅对这些外国的 UP 主、外国的旅游者，对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你想想，中国有多少人知道这个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油里头有煤油、有汽油、有柴油呢？有多少中国人其实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封闭，他对那个低风险的事情啊还过于高度的在意，而对这种完全高风险的事情呢，他完全蒙在鼓里呢？网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就是在日本排放核处理水的时候，中国人都在抗议啊，他们这个连日本的海鲜都不吃。但殊不知啊，这些抗议啊日本海鲜的人呢，他可能已经默默的吃了好几十年的汽油和柴油了。想一想，可真的是够可悲的啊！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太香了。This is the only word that I know in China. 中国的火锅好不好吃？好吃。除了拉煤气，我还拉啥呀？啥都拉，糖呀，还有，那是不是像那种大豆油也能拉？能拉，食用油。